来当年雷老虎的一句以德服人，硬生生拉高了整个流氓界的文化水平。对，要以德服人，以德服人呐！没关系，我是以德服人。你尽管喷到你服为止。雷老虎的浓重口音可谓是方世玉电影的点睛之笔，不仅体现了他山贼出身的狂，还带出了他后面的惨。而就是这么一个靠山贼起家的江湖大鳄，为了洗白自己，公然利用女儿比武招亲来笼络人心。结果上台挑战的人一个比一个奇葩，甚至连和尚都加入了比试队伍，这让台上的雷婷婷尴尬不已，索性偷偷离开了现场，没了准新娘坐镇，下面还不得乱成一锅粥。雷老虎赶紧拉来女儿贴身丫鬟，伪装成雷婷婷坐在那里。此时正好挑战者一个个全被打下擂台，雷老虎趁机嘲讽广州青年都是弱鸡，寻思嘚瑟一番后，赶紧结束这场跑了准新娘的比试。结果他话音刚落，你放屁！咱这何人？我你都不认识了？广东省一大杰出青年，无敌神拳，方世玉之言。刘安，李阿奎。方世玉也不废话，跳上高台和李小环进行切磋，两人都是1等1的高手，拳脚功夫和速度都不相上下，每次对方打出的攻击都能巧妙躲过，并紧跟着变换招式继续出手。一时间，两人在高台上辗转腾挪，平生所学尽出。而眼看方世玉武功不弱自己，李小环使出追命鸳鸯腿，踢掉几个木桩，导致方世玉没了落脚位置，顺着红布坠向地面。关键时刻，方世玉在离地面0.168公分时及时刹车，双脚没有着地，也就可以继续再战。这一次他瞅准时机，将李小环给逼退到了台下。接着两人以观众头为梅花桩，在上面快速交手，想要尽快将对方打落在地。只是两人越是打得酣畅淋漓，下面的观众越是苦不堪言。毕竟拳脚无眼，总会有1-2个大冤种会被意外伤到。而由于此时人群拥挤，前面被围得密不透风，想跑的人根本挤不出去，只能任由头上被踩来踩去。好在这时方世玉占得一丝先机，将李小环擒住，于是立马将其径直摔向地面。他们有帮手来了。而眼见两人还要再战，梅花桩观众一个个全部后撤，表示精神上支持方世玉。如今只有2个死党在撑着自己，方世玉索性孤注一掷，准备来个一招定胜负。于是他在空中不断跳跃，逐个击破李小环脚下人头桩。2个死党则顶着被揍得鼻青脸肿，以各种极其刁钻的角度再次送方世玉发起攻击。饶是李小环再强，没落脚人头桩也只能干着急。最后被方世玉一脚踢飞，结果落地的瞬间，方世玉突然看见丫鬟揭开了盖头，这副尊容下的他当时就蔫了，赶紧故意被李小环踢中落地，然后假装认输，头也不回的开走。就这样了，我的亲娘啊！很快这件事传到了苗翠花耳中，她当即女扮男装，化名方大玉前去挑战。而由于她平日里大大咧咧惯了，比试中不仅言语撩拨李小环，并且还总是不正经的摸来摸去。李小环是被雷老虎抢来的媳妇，还从没和别的男人有过肌肤之亲，她一时心乱露了破绽，被苗翠花一脚踹下了高台。然而他没想到的是，苗翠花会立马飞身来救自己。看着近在咫尺的清秀容颜，这一刻的李小环意乱情迷，她觉得埋藏在心底深处那颗渴望爱情的心动了一下。我有事，她是我老婆，我是来踢舞的。我女儿呢？我不要。苗翠花本意是为证明方家武功第一，理都不理雷老虎就快步离去。可见他一身好功夫，并且人也长得俊俏，正符合雷老虎心中好女婿的不二人选。于是索性带着接亲队伍，直接将方氏母子给堵在了家里。两人见状急中生智，想反串性别蒙混过去，不料被雷老虎当场识破。苗翠花被众人用刀擒住，方世玉见逃不掉，乖乖坐进花轿被抬回雷府，换上新郎服后，立马被雷老虎给送进了洞房。雷老虎是生怕这个女婿跑了，想着生米煮成熟饭就不用担心了。可丈夫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就要和对方结为夫妻的雷婷婷不干了，她手拿一把大砍刀，对着方世玉一通连砍带削，过程中蜡烛被砍断，房间顿时一片漆黑，她也被方世玉给出手摁住。随后两人都分别表示有心上人，根本不会和对方结婚。为了证明说的是真的，方世玉更是发毒誓不会娶雷婷婷为妻。可2个大冤种，殊不知自己的心上人就近在眼前。而等方世玉溜到院中后，李小环又找到他倾诉爱意，对象自然就是苗翠花假扮的方大玉。不会吧？你喜欢我大哥？我知道他并没有。如果你看到你大哥的话，麻烦你帮我把这封信。而到了第2天，有了这封信的启发，两母子准备来个里应外合，趁机偷偷溜出雷府。于是，在晚上防备松懈之时，方世玉到角落处翻墙离开，苗翠花则在外面接应。结果他鬼鬼祟祟的举动，立马被李小环察觉。
误以为进了歹人的他，直接放出大群护家犬去咬方世玉，一时间犬吠不断，母子俩被追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而当两人分开跑之后，苗翠花又倒霉跑进了一条死胡同，眼看后面的李小环尾随而至，她赶紧上方大玉账号。可不就是我吗？你快把阴晴笔跳开，替他偷听我们的谈话。1、2、3、4，回去。见状，苗翠花立即压低嗓音，说自己也对李小环情根深重，但苦于世俗偏见，只能将这份爱压积在心底，并且还盗用方德念给她的诗来表达心中坚定不移的爱意。而也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下人追过来的响动，苗翠花当即闪身离开。她本意是想借诗词婉拒李小环的示爱，殊不知却弄巧成拙，让李小环对她的爱更加深了。这也为后来的惨死埋下了伏笔。脱困了的母子准备返回方家，结果途中却发现方德在秘密会见红花会成员，这才终于醒悟，方德竟也是反清复明的忠义侠士。可不料下一秒，九门提督带着大批手下杀到，他心狠手辣，一手通背全使得出神入化，在场之人没有一人能是他的对手。